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野将军。运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现在伊朗的最新战报是如何呢？伊朗呢是实施了真实承诺第37轮的军事行动，而这一次不是零星的攻击了，而是一个饱和的火网，是开战以来的最重打击。伊朗飞弹是狂轰了3个小时，而且锁定了美国第5舰队，还有以色列的大城。那么伊朗的媒体也形容啊，就是开战以来最激烈、最沉重的一波攻势了。而且这场呢，长达3小时的饱和火网锁定了特拉维夫、海法，还有美国第5舰队基地在内的多个战略目标。那么以国的军方也证实了，说侦测到了非常大量的飞弹朝着境内袭来，并且全面启动了防空系统处理。那么耶路撒冷呢，也响起了一个尖锐的警报声，远处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而且以色列呢，也去攻击以军的武器制造设施，还有卫星资料。这个是伊朗军方的说明，说他们使用了自杀式无人机去袭击位于海法的一处武器制造设施，还有这个卫星情报数据的接收中心。那么这对于这个情报数据的搜集呢，是非常的至关重要的。所以啊，在协调以色列侦察这个卫星运行方面呢，可以发挥作用。但是现在呢，被炸毁了。那么现在呢，伊朗的飞弹呢，也去闪电的这个瓦解美国在西亚的战争机器。好，就是乌代德空军基地的 ANFPS-132 雷达。好，它不仅呢造价非常的昂贵啊，也是美国在波斯湾整个防空系统的一个基石。现在少了它啊，散布在波斯湾各国的爱国者啊，还有赛德导弹防御系统呢，它的性能就会跟着大打折扣了。而同时呢，伊朗呢也去改变他们的无人机，让他们的无人机变得更加的安静，而且啊，航程可以达到800公里。好，这个是新型的这个巡弋弹药，改采电动马达驱动呢，而且呢可以将这个螺旋桨的位置移到至机鼻。那么这项设计呢就变更，可以在降低音讯还有热讯号，让防空系统呢更难去拦截以及侦测它。而之前川普就警告伊朗了，说呢，要迎接死亡跟怒火。结果伊朗没有在怕，马上就回呛说不害怕你们的空洞威胁啊，连比你们更强大的势力都没有办法把我们抹去了，所以最小心可能消失的是你们哦。伊朗真的是非常的呛，而且还说啊，如果呢你去击毁我们的基础设施的话，我们也会以牙还牙，展开报复。那现在美军有什么动作可以做呢？传出啊，美军的末日飞机被派赴中东了。这个外号末日飞机的就是海军的16B 水星通信中继机。好，它已经多次被发现升空。那么社群媒体跟盛传呐，它已经被派到中东了，加深了外界对于第3次世界大战风险升高的忧虑了。而且现在呢，美以有可能去派遣部队要来夺取伊朗的地下浓缩铀吗？美国跟以色列现在呢已经在讨论伊朗战争后期要派小规模的特种部队进入伊朗，意图就是要夺取存取在地下深处设施中的浓缩铀库存。但是呢，有7名熟悉军事规划的现任跟前任官员就向 CNN 表示了，如果要去回收这一批高浓缩铀呢，那就需要数量不少的地面部队了，而不是这个小规模的特战部队。如果要派到地面部队的话，可能啊美国就不乐见了哈。所以现在呢传出啊，这个川普的误判啊，让幕僚感觉到是非常的悲观哈。路透就揭露了美军伊朗的战争受伤人数啊，五角大厦首任大概是有140人受伤，但是呢，五角大厦发言人说，大部分的人呢伤势都比较轻微啦。好，那另外呢，现在呢，伊朗的斩首行动是不是个万灵丹呢？纽时就说了，这都是美国政府的误判，导致伊朗反击。那么更扯的是什么？是官员敢怒不敢言呐。好，川普以及他的顾问啊，似乎从一开始呢就误判了伊朗的反应，导致美国官员不得不临时调整计划。那川普对外传达的讯息不一致，那幕僚私下对他的说明啊，也是缺乏纪律，感到相当的沮丧。
那么政府内部一些官员也缺乏明确结束战争策略的情况，现在感到日益悲观了，但是还是非常的小心，避免直接向川普表达这种看法。很明显的就是悲伤不敢言。那现在川普是怎么样？捂着耳朵在打仗吗？好，我们先来请教厉将军。台语有一句俗语哈，强加勇，勇加雄，雄加摩天龙。摩天龙的加神经无正常哈，那你看这道理，所以非常有道理。那个强的人怕勇敢的人，狭路相逢勇者胜哈。那个勇敢人怕狠角色哈，那狠角色他跟你拼起命来，他不要活，他跟你拼起命。现在伊朗不就是正是这个样吗？原来我们认为他只是拼个鱼死网破哈，只是他的战略目标，让美国跟以色列来讲的话，屈服于他，不要这个攻打他。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哈。伊朗现在，我认为说，伊朗已经在跟你拼个玉石俱焚了哈。那我们看到前天礼拜一的时候，这个川普冒了一句话哈，说这个战争已经快要结束了，那或许谈判有机会。那时候突然股市马上 V 型的反弹回来，那油价也马上本来飙涨的油价也压下去。现在证明川普讲这种话只是讲给自己听，讲给安慰自己国内的股市，讲给油市听。但是伊朗来讲的话，根本就没有听在耳朵里面。尤其是说川普讲完这句话以后，那伊朗丝毫没有释出任何的善意，反而更加的这个加大力道的打击哈。所谓真实承诺真实承诺4的第37轮的打击已经打出来。我们大家原来以为说是伊朗经过美国自己讲的，已经攻击了5000个目标，那很多导弹的发射车、很多的无人机的这种阵地以及库房来讲，可能都受到很大规模的毁损。但是没想到伊朗在昨天居然还可以对以色列发动这么大力道的一个打击，可见得这个伊朗的反击力道，这时候纯粹就是跟你拼个玉石俱焚哈。那我们看有一个指标，就是这架飞机哈，这架飞机是很重要，美军作战的一个指标，它称为末日飞机。为什么称为末日飞机呢？它在核战的时候，当核战一开始，地面的通讯指挥所有武器系统几乎都会被瘫痪，甚至于被摧毁。所以这时候美军要能够指挥通讯，只有靠空中的飞机来做指挥通讯。所以这架飞机是在空中担任一个通讯指挥的一个平台。那是因应核战地面的武器全部被摧毁掉之后，它在空中还可以对全球来做指挥。那现在如果这架飞机飞到中东，是不是美军已经将这场战争提升到就是核战的这种规模来打这种核战？第二个，我觉得象征的意义代表说是美军在中东地区。它很多地面的指挥所，还有雷达站还有很多通讯设施，可能都已经受到摧毁了，所以它必须要派出这架飞机来担任接替指挥通讯的任务。所以我相信，如果这架飞机出现，代表美军在中东地区它的这种地面的指挥链也受到很大的一个损伤那我们再看这个，如果说是美军现在其中有一个作战目标，就是要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嘛。那现在听说这个伊朗核设施总共有450公斤，那传言这450公斤总共可以制造11枚的核弹。那美军很想这个他异想天开第一个他派部队要去摧毁它，你派部队去摧毁它，难道伊朗这个450公斤，它不会分11个地方放吗？甚至于它可以设置一些假目标，可能你情报获得的目标可能超过50个以上。那你50个目标，你每一个目标你要派多少的地面部队才能够渗透进去？那第二个这个他甚至于说是要这个带着核科学家进去，然后将它稀释。原来它已经浓度到60%，已经达到核弹的标准。他现在要带着核科学家就地将它稀释。我觉得这种情节真的是跟电影情节一样。如果要遂行这种任务，可能要找好莱坞的导演来当这个部队指挥官才有可能。如果说军事上面你部队进去，你带一个科学家，这科学家不是形成这个部队的累赘跟负担吗？那同时你在保护这个科学家的同时，那伊朗的地面部队不会对你实施反击吗？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这个不要忽略了，这个摧毁核设施是美军这次作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目标。那如果说从这个战略目标，他达不到的话，他能够得到什么？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川普他说这个伊朗要无条件投降，你必须要无条件投降。但是无条件的投降的定义由川普来定义，川普怎么定义无条件投降呢？我们以为无条件投降就像2次世界大战，日本无条件投降随便这个譬如说是盟军要他取消天皇制度
啊，他都必须要同意。但是川普的无条件投降，他特别解释，所以无条件投降就是伊朗不可以再有发射2000公里以上的这种导弹这叫无条件投降。那这定义由川普来定义，从川普定义这个无条件投降，我们就看得到，他其实是在这个拜托伊朗给他一个台阶下，让他来结束这场战争。不然的话，他现在处于一个骑虎难下的一个场面，然后也结束不了战争。但是很可怕的是，伊朗这个时候绝对没有要停手的意思，反而加大力道打击。所以我觉得对美军来讲的话，对川普来讲的话，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他是骑虎难下，也不晓得后续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所以这个末日飞机飞过去难道也是川普的一个我要来飞过去了，你赶快投降啦的一个恐吓手段呢？请教赖教授。末日飞机是他们自己取的绰号了，但是他自己认为是末日飞机，别人不见得这样认为啊。更何况如果说有强大反导能力的国家，他根本不会把这个飞机当成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原因在哪里？它并不是隐身的战略轰炸机，那是一个很传统的这种战略轰炸机，它并不是隐身的战略轰炸机，怎么可能会打不到呢？一定会被打得到。重点是在于说，它原本的载弹量是可以装核弹头，但是大家在问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你美国敢用核弹去打伊朗吗？你如果美国什么时候敢用核弹去打伊朗，那任何一个国家就开始敢用核弹去打你美国了。我想美国也不至于开这个口开到这么的大，对伊朗采用核子武器，所以不可能的事。所以你美国人自己吹嘘说，哎呀，我这是末日飞机，你是把自己吹得大了，别人不见得把你当成一个所谓的末日飞机。美国人很喜欢把自己的所有的兵器都取一个绰号，好像不得了的吓人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来讲，在交战的过程中都显示出一般而尔罢了例如说 F-22战机当初也说不得了的好啊，好到不行啊，结果美国的国会宣布停产，为什么？因为设计错误，而且是不可逆转的错误，不能够再量产，所以就把生产线整个关了。现在 F-22是每掉一架少一架，然后零料件补不上，为什么？因为设计错误。然后 F-35现在也被证明是设计错误，为什么？因为当时 F-22发现就是快速俯冲的时候，飞行员会陷入昏迷的状态，而且呢，在高的仰角的时候，它可能龙骨会断裂，所以那时候有裂开的一个情形，所以后来看起来修补不了了 ，F-22就让它走进历史，反正用完就算了。F-35就要承担 F-22的功能，但是不像轻型机，又不像重型机，就变成四不像，这就是 F-35。所以我觉得美国人不要把自己吹得很大可以了，但是别人不会把你信你这一套。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跟以色列打不下去了。美国跟以色列一开始就没有中战计划，第一个没有说我打到什么程度我就停战了，第一个没有。第二个，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我们都知道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不是为了战争而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政治的目标。那你为了达到政治的目标，你发动这场战争，你的政治目标是什么？如果真的像你川普所说的，你要推翻政权，那你就必须要准备地面部队，因为所有人都告诉你，轰炸不会让这个国家屈服的，不可能。当初伦敦被轰炸也没有屈服啊，重庆被轰炸也没有屈服啊，柏林后来被联军轰炸也没有屈服啊。轰炸不会屈服这个国家，让他投降，无条件投降，除了日本以外，日本的那2颗弹就让日本人跪下来投降了。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日本这个民族军国主义者也不过尔尔罢了啊！不要把自己吹得那么的伟大啊！好，但是我们来看看，现在的问题是在于你没有出动地面部队作战。你没有出动地面部队作战，那你怎么可能让伊朗投降？你刚开始的政治目标是不明不白，好像要推翻他的政权，又好像不是，又说我只要打掉你的导弹系统就可以，反正变来变去，那底下的军人不知道该怎么打仗。现在是美国打不下去了，川普3月9号的讲话虽然颠三倒四，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他想不打了，他不想打了。那另外以色列3月10号的讲话，他的外长，跟内塔尼亚胡已经明显不一样了。他在跟德国的外长会面的时候，就已经明白的说，
他没有要无休止的跟伊朗战争，所以他要跟美国研究商讨，在适当的时机要停止战争。现在的问题是在于伊朗没有说我不打了，伊朗的外交部部长昨天明确的宣布，你说不打是你家的事，我没有说不打哎，这第一个。第二个，他的国会议长也说我没有说不打哎，那换言之，也就是伊朗的态度是我准备要继续打。而且打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那换言之，也就是目前我没有跟你谈和。那你要跟我谈和，你开出条件来，要我满意的情况。那现在是一方不想打，另外一方还想打，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所以伊朗在今天就告诉你我的诚意，就是我给你轰的像个样子，你就可以知道我的诚意了。好，彬哥你怎么看？我觉得伊朗这波攻击是为了要。这个因为穆吉塔巴正式接任了嘛，所以你总要展现一点刚接任的一点气势出来，所以他必须要集火来打击一下。那当然，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损伤，还有待事后再来确认。因为现在我们也都知道，在这段时间内，不管是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或是伊朗也好，他们都会刻意低估自己的损伤，然后高估对方的损伤。所以到底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持续观察。但不管怎么样，至少这一波攻击显示出，就是伊朗还是有很多美以无法消灭的动能，还是可以继续跟他们对战到底。所以这个对美以来讲，就陷入一个大麻烦，就是他们应该要开始认真思考，你到底要不要派地面部队。其实对以色列来讲，搞不好他是欢迎的哦。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的目标其实非常明确，就是他希望借这个机会一举把伊朗政权打趴，然后建立一个对他没有危害的政权，而且能够永远解除伊朗制造核武器的隐忧。可是这个东西以色列也知道他自己办不到，他必须要拉着美国一起来。那美国愿不愿意陪他一起这样玩下去，就是问题。那川普最近的很多言行显然显示他并不想玩那么久，因为玩的越久对他越不利。你现在他愿意公布的受伤有140人，开战才11天12天了，那请问一下，那接下来如果开战了1个月，甚至几个月之后，他到底会招致多大的伤亡？那更不要说这一段时间武器惊人的耗损，所以这对他们来讲当然是一个划不来的生意。可是问题是，你如果派特种部队进去，请问一下，伊朗是一个就是幅员广大的国家，你要深入它的腹地，然后还要进入地道，然后再把它弄出来。然后还要带出伊朗境内，这到底要怎么做？你要派多少部队？而且我是伊朗，老实说了，我就在那边瓮中捉鳖等你啊！我甚至把所有的这些器具，我就预先买好炸药。你真的要去动，我就把你炸个玉石俱焚。反正如果我带不走，与其被你们抢走，不如我把它全炸。那美军打算牺牲多少人？所以这个恐怕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哦。那至于16B 出来，我倒是觉得很奇怪，这到底干16B 什么事啊？16B。是正常的情况下，是因为美军的指挥中枢被摧毁了，所以他不得不透过16B 这个中继通信机来去发布命令。那你现在如果把16B 派到中东战场，是在告诉我伊朗把你的中枢摧毁了吗？他的很多雷达被摧毁了，没错。没有雷达被摧毁是一回事，但是你至少发命令的指挥中枢应该没有被摧毁吧？如果被摧毁，事情就大条了。那美军在中东陷入各自为战，这还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怪，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派去，我是有点存疑啊。因为去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途，那导致川普现在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临门一脚，能够让他赶快做出决定。好，现在伊朗的手段呢，还有让大家全球都非常紧张的，那就是他控制了这个荷姆兹海峡嘛。而现在呢 ，CNN 报道说啊，伊朗呢已经在该水域部署了数十枚的水雷，而且呢，它还有能力啊，让这边部署多达数百枚，整个荷姆兹海峡就会成为死亡谷。而且前美军司令也说了，说伊朗呢或拥超过5000枚水雷，可以让整个波斯湾都变成水雷湾。好，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伊朗人是怎么样？他利用这个阿拉伯帆船这样子的民用船只，去秘密的来
布置水雷。那如果你现阶段不清楚这些水雷的话呢，那么海湾区最有价值的船呢，就会沦为扫雷舰了。好，那个川普也怒呛啊，说啊，如果伊朗啊，你敢在荷姆兹海峡去部署水雷的话，虽然我们没有消息说他们正在这么做，但是我们会要求他立刻移除。如果不移除的话呢，就会面临军事后果，是前所未见的。他这样的说法我已经听过好多次了。但是革命卫队警告说啊，你一再搞事啊，一身的油都别想运出去。但是赫格塞斯美军确实是有对这个雷达的船，部署水雷的船去进行攻击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画面。好，赫格塞斯周二表示呢，当天呢是开战以来对伊朗的一个最猛烈的攻势。那么川普也说了，说在这波攻势呢，至少是已经摧毁了10艘的伊朗布雷舰。那么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呢，也同步公布了这一些摧毁伊朗布雷船的影像。好，但是呢，你摧毁这些布雷船还是没有办法影响什么，油价一直在上涨啊，油价呢再度巨震。那么美国的能源部长呢，这个时候竟然说什么？说呢，美军有护航油轮通过荷姆兹海峡，但是啊，很快，白宫否认，那他也马上去删除贴文了。那对于到底要不要护航这个油轮呢？白宫是说，美军目前还没有护送过任何一个油轮或者是船只，不过呢，这也是一个选项。总统已经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会采取此举。但是谁敢通过呢？现在没有人敢通过，所以中东呢也开始在减少这个产油了，而且一天呢是减少大概有600万桶的石油。像是呢沙烏地阿拉伯呢每日减产了200万至250万桶，那么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呢则是每日减产50万至80万桶，而科威特呢是减产50万桶伊拉克减产约290万桶。这都导致了这个油价不断的在飙升。所以怎么样呢？普丁呢跟伊朗总统也再度通话了，他说啊，希望能够迅速的减缓中东局势。好，他们在6日的时候通话过，结果10日呢又再度的去交换意见，就是因为这个荷姆兹海峡影响是全世界的。来看到啊，因为全球呢有33% 的肥料都需要运输经过这个荷姆兹海峡。但是战争爆发以来，伊朗说要封锁这个荷姆兹海峡，所以呢，现在交通几乎完全停摆。美国有大约35% 的肥料都是依赖进口的。那目前呢，每吨的肥料呢上涨是近30%了，非常的贵，都会影响这个物价来上涨。而且啊，川普为了希望能够平你这个石油的价格，难道制裁俄罗斯要破功了吗？川普上周呢，已经不得不给予印度30天的豁免，让他们可以重新去购买俄罗斯石油。那么华府过去1年来一直努力的想要制裁俄罗斯，切断俄国资金来源的布局，难道都因为这一场战变成了破功？当初的制裁都成为了一个废纸吗？好，我们现在请教厉将军。现在大家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荷姆兹海峡会不会被封锁，甚至于被布雷如果布上水雷来讲的话，我想就彻底的封锁了那可以说板上钉钉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我认为美军现在，我跟各位分析一下，大家研判一下美军到底有没有能力这个对这个部署的水雷来实施排雷。第一个，昨天的这场行动里面，这个伊朗来讲，总共被打掉了16艘的这种布雷艇，被打掉了16艘。但是你知道伊朗有多少布雷艇吗？它有200-300艘因为他早就知道荷姆兹海峡是他王牌中的王牌，他只要在这个地方一部署布雷来讲，切断了荷姆兹海峡的这种运输路线，对全世界经济会造成影响，全世界都要看他脸色。所以他之前在这个地方已经储备了200-300艘的这种布雷艇在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那你现在打掉他16艘，他后续最少还有100多艘可以布雷。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伊朗的水雷有多少？伊朗的水雷有5000枚以上，因为它本来就是准备在这边这个打一个不对称的作战。这5000枚的水雷里面，大概可以分为3种，一种是传统的漂流式的水雷，也就是说它在这边飘它没有目标你如果说撞上了，它就不管是军舰、游轮或者是一般的这种客船、货船来讲，碰到了它就炸，而且这每一颗最少里面的装药都是1吨以上。那第二种叫做磁性感应的细流雷这磁性感应就是说，你船只要经过，只要是有铁的东西经过，
它底下就将它引爆。你知道水里面爆炸跟在空气中爆炸那力道是绝对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水的密度来讲的话，它这个冲击波散开不了，在空气中这个冲击波可以散掉，但是在水里面那个冲击波是没办法散掉的，它会随着水一直压上去，所以水里面爆炸对船只的伤害更大哈。我们前2天看到美军那艘这个潜舰打击了这个伊朗的那艘这个护卫舰来讲的话，直接龙骨就给你炸断，就是因为那个冲击波是很大的。那第3种雷叫什么雷呢？第3种就是智慧型水雷哈。他现在伊朗有这种智慧型水雷，他自己会去找目标，他会去分辨你这是军舰还是油轮。他只要设定来讲的话，他不要去弄你军舰，他去弄你油轮，你怎么办？所以说在这种状况，我认为说美军要排雷，大家我觉得其实难度很难。那战史上面，美军在这个地方有排雷过，他的排雷战史经过情形是什么样的？1988年的时候，那一年因为两伊之间战争，其实跟美国是没有关系了，那是两伊之间伊拉克跟伊朗打仗。那伊朗就要威胁全世界要来帮我嘛，所以他就在这边布雷，你知道，布了雷以后，美国一想，哎呦，你老小子在这边布雷，那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美军去排雷，那时候美军去排雷，结果有一艘美军的军舰就在这边被炸了。所以说那时候雷根很生气，所以雷根生气，但是他立刻去轰炸这个伊朗，轰炸伊朗以后，让伊朗两伊战争也因为雷根这个出手，美军出手把伊朗打趴下去，然后才结束了两伊战争，这是战史发生过的事情。另外，在战史上面，布雷还有一次的布雷，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很怕盟军冲进他的东京湾，如果冲进东京湾，那日本来讲就是玉碎作战嘛所以日本自己在东京湾里面布雷，他怕防止盟军的军舰进去。就2战结束之后，因为美军不用去帮日本排雷，因为排雷冒很大的生命危险，他叫日本自己去排。东京湾的雷是日本自己排的，那日本当然也花了很久的时间才将这些雷排除成功。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一次伊朗在这边布雷，以前来讲的话，他都这个两伊战争时间，他大概就那一次的布雷，但是很快就排除掉。那现在美军如果要去排雷，我在讲美军现在排雷能力，我跟你讲起来，大家真的是这个要把安全带绑好。为什么？美军在这边原来部署了4艘，他也怕这边被布雷，所以他在这边原来有4艘的这种扫雷艇在这个地方。但是你知道吗？美军这4艘扫雷艇因为老旧已经除役了，已经回去了，所以美军在这边是没有扫雷艇的。那他现在用什么去排雷呢？用滨海战斗舰。他这边有3艘滨海战斗舰，这3艘滨海战斗舰，美军那时候搞这3艘滨海战斗舰这美军自己都写，为什么？他的理念是认为说是以后跟中国大陆打仗来讲的话，他要接近中国的领海，所以他做出这个滨海战斗舰，那可以上面可以模组化。如果说像原来我要对陆攻击的话，他就装上对陆的攻击导弹；如果要防空作战，他就装上这个防空导弹。那现在要排雷，他将这一艘滨海战斗舰改成排雷的器材。但是我特别要讲这个排雷是很专业的。如果说海军他们就很知道嘛，像我们以前我们台湾的海军排雷的这种舰、排雷艇都是什么？都是木头造的因为如果你铁的话，就会引发水雷，所以都是木头造，但是很专业的。那你临时一个模组号上去，它排雷的效能其实上是堪虑了。所以我认为如果伊朗在这一次已经在这边布雷，那虽然说昨天这个美军集成的16艘的布雷艇，但是后续它还有上百艘。那伊朗如果持续在那边做布雷动作，我觉得对全世界的能源运输，一定势必造成很大一个影响所以说，这是全世界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美国跟伊朗的问题了。所以现在没有任何一艘轮敢通过这个荷姆兹海峡啦。那川普还说了，不排除美军去护航，但是美国现在有这个兵力去护航吗？请教赖教授。当然没有因为美国的海军司令自己承认。他说，每一天都有不知道多少的船公司打电话给他，打电话过来，然后要求他出来护航。那他很明确的每一天都婉拒，说高度风险，而且美国的军舰会被打到会被击沉不一定是击沉，但是一定会被击中，所以风险度很高。因此，他们没有办法执行总统的命令因为能不能执行命令的整个判断权是在指挥官，而当地的指挥官他们判断结果是不需要听统帅的意见，因为他们做不到，所以他们全部都婉拒了。这个是被公开出来的，海军司令也公开承认，这个中央司令部的负责战区的海军的负责人也承认说，他们每一天都拒绝
去护航。那到今天为止，在赫尔木兹海峡这附近没有看到任何一艘美国的战舰。那川普讲的话就是一个屁话嘛，也就是他说我是3军统帅，我现在已经下令了，我们要军舰要护航，但是我们的军舰就是不护航。然后后来川普就改口了，说你们邮轮啊要勇敢去闯赫尔木兹海峡。这个就是美国的伟大总统，我们很佩服他，也很尊敬他。要美国的邮轮勇敢的去闯这个赫尔木兹海峡，结果美国的邮轮被打掉了好几艘啊，这个都是事实。那美国的海军说，我就是没有办法护航，因为我也会被打，而且我没有能力啊去保卫我自己，我更没有能力保卫别人。我想这都是事实。昨天我们同样在这个节目，在这个时间，曾辉兄啊，曾辉他我们同学啊，他就谈到了，他说，因为他是张千舰的舰长，那他以前就是在扫雷舰，啊，那他的舰是从德国买进来的，他当舰长。他在节目后，他跟我说，他说扫雷多困难啊！他说我们在扫雷的时候啊，发现一艘鱼雷，我们的船要静置1个小时，因为他说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时候。那请问一下，扫雷你没有得到绝对的制空制海权，确保这整个海域的安全的情形下，以美国的军人这么怕死的情形，他怎么可能去抢险去扫雷？我们一般来讲都知道，最勇敢的军队才能够在弹火炮弹之下冒的这个被打掉的风险去扫雷。但是一般来讲，美国的军队是不干这种事的，他们通常都要在绝对安全和平的环境下才能够开始进行扫雷。然后那时候我就问说，那真的有这么难吗？他说布雷很容易，他说扫雷很难。然后我说布雷容易到什么程度？他说任何渔船都可以是布雷。他说你只要有一个像样的渔船、像样的帆船，所以你刚刚一开始就有解释，阿拉伯的一些帆船都可以去布雷。可是他说扫雷就不是了，扫雷很专业、很军事，而且一定要是非常特殊的装备。所以我们台湾当时向德国买的就是扫雷舰，而他当舰长，他说太困难了。好，现在伊朗说已经部署了数十枚，而您知道目前被公开的美军证明的，也就是伊朗的布雷能力还有8成到9成。换言之，也就是说，川普你公布的那几艘舰，并不足以代表伊朗的布雷能力已经被摧毁了。那他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上百枚到上千枚的水雷被放出来的话，那就等于是玉石俱焚了嘛。要毁掉整个世界的经济。我觉得川普说大话了，说你马上给我收回去，你美国人来收，你收看看，看你敢不敢收，看你有没有能力收，你根本就没有能力收嘛，就是一张嘴。其实伊朗自己要收肯定也不容易哈。那我们现在来请教彬哥。我觉得 CNN 这个消息恐怕有误，他说伊朗已经布了数十枚水雷，我觉得不太可能了。因为你水雷如果已经布下去的话，就北湖啊，就来不及了。那所有荷姆兹海峡的船都不用过，吓死了。对啊，就谁敢过去？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那布雷刚刚已经讲了，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布雷就是把水雷丢到水里去嘛，就是这样。当然要丢对点啊，你要让它顺着海流这样流嘛，这些东西。所以你也不用离岸很远啊，只是重点是点对就好。那问题是扫雷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扫雷那种扫雷艇，我们之前不就有扫雷艇的避岸嘛？因为就是要做那种玻璃纤维船身啊。那当然如果老式一点，就是用整个木壳船啊。对啊，因为你不能有磁性嘛。所以伊朗扫雷的功夫也许不怎么样，因为他大概没扫过什么雷，但是布雷他一定会。这个反正就是把它往水里丢就对了。但是问题往水里丢，这个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也就是即使战争结束，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荷姆兹海峡才能开通。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那所以我觉得川普光是嘘声恫吓，说什么我用20倍兵力去打你，你哪来20倍兵力？所以根本也不可能，这大家也都知道，你要随便讲讲嘛。那当然，我相信不到最后关头，伊朗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了，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这个后果有多严重。那问题是你美国要不要把他逼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关键点是在这里。如果你持续对伊朗不断的这样施以轰炸施压之下，到哪一天他觉得他自己的无人机跟导弹的后续力不行了，他没有办法再生产新的东西出来，搞不好他就真的来个鱼死网破就丢水来，那你怎么办呢？
但是我必须讲，现在不会影响到很多人都以为说啊，那个只是原油跟天然气，美国自己有啊，至少美国不会受害啊。这边有讲啦，肥料它就会遇到危险啊。而且大家没想过吗？如果全世界的经济如果都垮了，美国能够单独幸存吗？现在全世界的经济早就大家都联动在一起了，美国能够单靠他自己内需过活吗？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川普来讲是一个越来越头大的问题。如果再不解决，很快我估计不要半个月就要出大事了。而且接下来川普还要选举呢，所以现在战争啊真的是越早结束越好。但是呢，有点骑虎难下，所以现在美国跟以色列呢也出现了意见分歧吗？就是因为以军去空袭伊朗油库，那么美国的国防部长、战争部长就说了，这不是美军的目标。赫尔塞斯表示啊，以色列有不同的目标，称攻击伊朗油库呢，并非来自美军打击，也不是美军的目标。那为什么美军不希望伊朗的油库被设施被以色列攻击呢？那就是因为啊，这个是希望能够不要去影响到它的油价嘛。美国之所以去制止这一类的行动呢，当然还是担心是什么？自身的利益可能会受到反噬啊，所以呢，这也是美方首次去限制以军的行动。好，那不止美以双方呢出现了分歧，现在这场战争呢，好像也打到我们了，也就是东北亚的部分吗？首先呢，来看到南韩的部分，还没披露呢，驻韩美军的爱国者啊、萨德系统呢，都被转移到中东了。好，追踪飞机的动态网站显示啊，上个月28至本月的10日呢，驻韩美军有2架 C5 的运输机，还有11架的 C17的这个运输机呢，在基金道的乌山基地起飞。那么监视器也拍到了受驻韩美军呢有6部的萨德发射车全部都被运出了，这个呢都被监视器画面给拍到了。那么居民也表示啊，这次6台发射车呢，全部都运出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而他们的萨德爱国者都被调走了。李在明说什么？他说他即便不同意也没有用啊，因为呢，我们无法将自己的立场强加于美国。这就是事实，讲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无奈。好，那现在啊，这个战争持续的打下去，48小时就狂烧了1800亿的弹药，美军攻伊朗恐怕也会牵动到整个印太部署。华府的智库专家就说了，这个中东战场消耗越多的先进防空飞弹，那么印太地区所承受的战略风险也就越高。南韩上面还有一个北韩呐，结果现在呢，我们萨德都被调走了，怎么办呢？而至于日本的部分呢，高市早苗也说了，这个荷姆兹海峡的局势呢，还没有到需要行使集体自卫权的一个存立危机事态。说呢，现在呢还不会使用这个集体自卫权，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要打仗是你美国的事，我们日本还没有要来这个参与战争哦。而且现在呢，日本的市民团体呢也出来抗议了，在美军基地前面集会，要求停止袭击啊。他们是来到了美军基地的前面，因为这个基地呢就是在训练士兵还有飞机，他们很担心啊，他们可能会被调去伊朗参加战争，所以呢，他们就出来集会抗议，希望美军的部队撤走啊。希望赶快来停战。而现在还有一件事情是让川普是头很大，那就是川习会即将要登场了。结果现在怎么样？现在这个中东局势这么的紧迫，他有哪一些的这个筹码可以谈呢？所以呢，中特使呢就去访阿联酋，去促使这个局势缓和。那么现在呢，他强调了海湾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都应该要得到尊重。地区生战生乱不符合一切的利益，现实停火止战才是走出的困境。那么现在要打多久呢？可能要靠大陆的稀土王牌来做决定了。我们刚刚说到了，现在距离川普访问中国只剩下3周的时间。那么华府现在呢，也只剩下2个月的稀土库存。那么这个稀土的供应呢，可能就会成为这一次川习会的谈判焦点。但是急的是谁？急的肯定不是北京。因此呢，北京似乎不像华府那样子渴望达成协议。而且稀土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它呢在制造于雷达、飞弹导弹的零组件呢，都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化学材料。结果现在它缺乏稀土，那这个战要怎么打下去呢？于是呢，就有这个
关系所的副教授就表示了说呢，美国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啊，将使北京在潜在冲突的持续时间与成本方面呢，有着显著的间接杠杆。所以我们来说啊，这一场川习会会不会最后因为这个战争变成反倒是他要去求习近平让稀土给他，让他可以继续打仗呢？金江雷教授，确实，美国的稀土使用量消耗的很多哈。本来预估还有2、3个月，现在只剩下不到1个月的存量，尤其是军用稀土，它几乎都快要用完了。大陆基本上来讲不会提供给美国军方军用稀土，所以美国的军方要获得这个重稀土或者是军用规格的稀土，它基本上可能要去寻找2次使用的稀土，也就是把这个旧的稀土或者旧的电器拿下来拆以后，再把它提炼。那当然，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话是缓不济急的。但是问题就在于，这是美国的事情。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是美国跟以色列的矛盾跟分歧看起来是越来越明显了因为很明显的，以色列越打越没有节制，而且去炸了这个燃油库，这是引起全世界公愤的。因为这个燃油库它不是石油。原油设施它是燃油库，它会造成空气的污染，而且也会造成无差别的杀害，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已经达到了最底的底线，一般人都已经看不下去了。除了美国人把100多位孩童杀害以外，现在以色列人要把所有的德黑兰的这个居民进行无差别的杀害，这个基本上来讲已经到天怒人怨的地步。我觉得美国跟以色列越打越糟，而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差。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参议员，他们抖露出来说，其实就是以色列要打，美国人是被拖下水的，所以这个决定根本不是美国人所能决定的。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原来美国没有独立自主决策的战争权，原来美国的战争权是决定在以色列人手中，这真的是一个可悲的一个国家。可它已经发生了。我觉得韩国的李在明的立场很值得玩味，为什么很值得玩味？李在明，你应该要区别对待我强调是李在明，你这个人，你面对于你的2套武器系统被拿走，你应该区别对待。这2套武器系统其实都是美国人的。一个是萨德，一个是爱国者3，因为爱国者并不是韩国人买回来了以后放在韩国，是美国人装在韩国人身上的，所以是属于美国的财产，它可以搬走。萨德系统也是美国人财产，也可以搬走。可是不要忘了，2016年到2017年那时候，美国要装萨德系统的时候，中国大陆强烈反对，因为萨德系统很明显的就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的问题了。但是韩国还是把它装了。装了以后，就引起了中韩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然后一直到现在，韩国的演艺人员还没有办法进入中国大陆，乐天集团也因为卷入这场纷争，到现在还是被制裁中。那你李在明，你就应该要跟美国人说清楚、讲明白说，你一旦中东需要，你就不要我韩国了，所以你要把我韩国的萨德系统搬走，可以，走了就不要回来哈。那你应该立场要摆得很明白，就是说走了就不要回来。你的基地我另外有规划使用，我还给乐天集团再去搞这个高尔夫球场，那就不要作为基地使用了。那这样的方式来缓和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嘛，这是你的大好时机啊！你在那边当苦主干嘛？你唯一要当苦主的只是说爱国者不要搬啦，爱国者是因为它是低空的防卫嘛，那你就说那爱国者可不可以不要搬？你这样的话影响我们的安全。你去年6月因为也是打中东，你就帮我搬了2、3套走了。你现在又因为中东以色列，你又把我搬走，所以我韩国并不重要嘛。韩国并不重要，那你美国不能跟我要求多要军费啊，你不能够要我多负担钱啊。那你应该既然你需要我还是我需要你，那如果你不需要我的时候，你随时就可以把我拿走。那我就也不再需要你。那如果你要把你的军事基地设在我韩国，那你就要付钱给我，而不是我付钱给你。李在明，你可以有很多想法的，不用用传统的陈旧的想法来想这个问题。你可以一下子改善你跟周边国家的关系，何乐而不为？何必表现得像苦主一样说，我嘛不懂，他要拿走，我也跟他说不要走，但是我们又留不住，因为他比他大，他是老大啊，我是小老弟啊，我也没办法。那要你这个总统干嘛呢？对呀，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局势牵动全球，接下来要怎么去终战呢？我们来请教彬哥。老实讲，你看以色列出手就知道，他基本上是希望把整个伊朗打烂，然后打烂到让整个战事扩大到美军脱不了身。可是对美国来讲，他要的不是这样的东西啊。他本来幻想是像委内瑞拉一样，我斩首之后，我就直接来接收这些东西，然后最好是能够把伊朗的油就直接占领，然后换他来卖。我觉得川普本来是做这种打算，想得美。可是现在根本完全不是这样，完全失控。结果你以色列还去炸德黑兰的油库，那你是要把川普将来想拿来卖的东西炸掉？这个美国当然不愿意啊。而且你也要担心，你去炸伊朗油库，伊朗也会去炸中东各国的油库啊。那大家不是一起完蛋，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伊朗是没有在考虑这些东西，但是川普是商人，他会去考虑这些事情的。那可是现在美国弹药显然不足了，所以他必须从韩国调。他会从韩国调，其实也就会从日本调。那接下来如果韩国、日本都调完了，因为其实韩国、日本数量也不多，那会不会从台湾调？那所以现在这一战是在帮中国大陆清空整个东亚障碍，是这个意思吗？我不知道，我觉得美国现在是好像已经就是狗急跳墙，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最好笑的是高市早苗，高市早苗说目前还没有到存立危机事态，所以他不会采取有限自卫权。请问一下，那如果到了存立危机事态呢？你打算派兵波斯湾吗？还是要干嘛？不然你能干什么？我实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请问你能干嘛？对吧？还是你要对伊朗宣战？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东亚这些国家，我们现在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置身事外，不要牵扯在其中，这对我们来讲才是最高指导原则。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好，南韩的爱国者跟萨德通通都被运走了，现在是被习近平来清空战场吗？请教厉将军。去年6月份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跟伊朗打那场仗其实这个韩国的爱国者就被调到这个去协助以色列的防空作战爱国者在韩国总共有8套，那时候被调了3套过去，那时候萨德也被调过去，但是那时候萨德不是整个系统搬过去。他把萨德的导弹高空拦截导弹调过去，总共调了250枚的导弹，然后到去年10月底的时候，按照美国自己发布的资料，它只补充了25%，它没有办法完全在南韩部署了萨德的导弹，这个还没有办法完成说是100%的补充。那从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美国的军工产业事实上是远远不足的那这次如果说在跟中国发生所谓稀土上面的贸易战，我想这次打完以后，这个美国他们军工业想要补充这些导弹，这是很现实的，对不对？你没有稀土，你就做不出这种导弹，这是很现实的。那后续来讲，关键你现在调过去，就算这场仗打完以后，你再调回来，你有得补充还是没得补充？你在军工业做得出来做不出来？所以很明显的，上个礼拜这个川普召集包括雷神公司他们这些来开会，就是讨论这个问题嘛。但是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我个人认为是无解了那如果说是伊朗来讲，他一股脑的把所有导弹都丢过去，我觉得会将美国在全球的所有防空拦截导弹库存的全部都这个库存全部耗损光了我觉得我们台湾也不可能说是不去支援这个这不可能不去支援，尤其是现在我们讲说爱国者大概应该会。